第76章合作。寂静的大厅中，一道道炽热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桌上的上千小玉瓶。这种大规模的丹药，在场的人几乎从未曾亲眼见过。粉红舌头下意识地舔了舔红唇，萧玉同样也是被这么多数量的丹药震得有些发愣，俏脸上布满着震撼。片刻后，方才惊叹地摇了摇头，望向黑袍人的眸子中有着星星在闪现。坐于窗边的青衣少女微偏着小脑袋，瞥了瞥桌上堆满的小玉瓶，秋水美眸中掠过一抹诧异，目光再次在一旁的黑袍人身上扫了扫，在未能发现可疑点之后，这才继续将视线投注于手中的古朴书籍。望着被桌上的丹药震得鸦雀无声的大厅，黑袍人轻咳了一声，将身旁的肖战惊醒了过来。脸庞略微发红，肖战尴尬地笑了笑，望向黑袍人的眼中越发的多了一丝敬畏。能够随手拿出上千瓶的疗伤药，这种手笔可不是寻常炼药师能够办到的。老先生，你也知道萧家现在的局势，我们需要疗伤药来拉回失去的人气，而老先生的这举动对我们萧家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。肖战感激地叹了一声，略微沉吟，迟疑地试探道：这样吧，我们萧家负责销售这些疗伤药，所得金额老先生一人占90%，剩余1成。虽然有些脸厚，不过我们毕竟还需要这些钱来打点一些东西，老先生您认为如何？说完，肖战有些忐忑地望着面前的黑袍人，生怕自己的条件会让他有所不满。现在的萧家可全得依仗这位神秘炼药师了呀。呵呵，黑袍人轻笑了笑，缓缓摇了摇头。见到黑袍人这般举动，肖战脸色微变，刚欲再次开口将最后一层也减去，可那苍老的声音却是让其不知所措地愣在了原地。萧组长太客气了，虽说丹药是我所炼，不过销售也不是一件轻松的活，如何能这般占你们的便宜？公平点吧，55分。哼！听着黑袍人此话，那本来还在一旁焦急的3位长老以及满厅族人顿时惊愕地张大了嘴，半晌后方才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耳朵，都是有些怀疑这番话的真实性。55分，这位老先生也实在太照顾萧家了吧。现在的这种情形，就算他一人要占10成的利润，估计萧家也没人敢说不答应。天上真掉馅饼了，对视了一眼，所有人心头都是冒出这句话来。在原地呆愣了好半晌后，肖战方才缓缓回过神来，深吐了一口气，苦笑道：老先生，您这样实在是让萧家有些感到受宠若惊，您能在这种时候帮助萧家，我们已是感激不尽，又如何能再占您的便宜？随意地摆了摆手，黑袍人淡淡地笑道：这点利润对我并没什么吸引力，要不是怕你心里不踏实，那5成我其实也懒得收。听得这般大口气，肖战也只得苦笑着点了点头。这些丹药就随你销售吧，以后有时间我会过来看看。黑袍人站起身来笑道：我还有些其他的事，便不在此处久待了，萧族长也不用送，安排族中事务吧。说罢，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径直对着大厅外行去。行至房门时，黑袍人脚步忽然一顿，微笑道：走前多嘴一句，萧炎的确很不错。呵呵，老头多谢了。听着这句话，肖战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刚想开口，黑袍人却已飘出了大厅，逐渐地消失在视线转角之处。望着那消失的黑袍人，肖战良久之后方才轻叹了一口气，苦笑道：看来言儿和这位老先生关系有点不一般啊，不然人家和咱们又不认识，怎会如此帮忙？3位长老对视了一眼，也是叹息着点了点头。从这位老先生进门以来对萧炎所表示出的赞赏来看，明显是对他青睐有加，他如此善待萧家，恐怕真和萧炎脱不了关系。大厅内听得黑袍人走前的话，众多与萧炎同龄的族人都不由满脸羡极。窗边的青衣少女微偏着小脑袋，目光透过窗缝望着那转角之处，柳眉微蹙，精致的小脸上闪过一抹疑惑。出了萧家，黑袍人依旧缓缓地前行着，待得周围人流少了许多之后，黑袍中传出少年低低的抱怨声：老师，你没事把我扯出来做什么呀？万一被发现了，我可不保证不把你供出去。嘿嘿，有感而发而已，
要不是肖战从小对你不错，我又去哪找这么好的弟子？所以谢谢他是应当的。苍老的声音戏谑地笑道，而且不扯点关系，你那谨慎的父亲还真难以相信我是不是在图他肖家什么东西。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萧炎望了望四周，随口问道，现在去哪啊？去一趟拍卖场吧，把练好的聚气散给他们，免得拖欠人情，我最讨厌这东西了。而且练手的药材已经被你烧光了，应该采购点别的药材了。药老略微沉吟，笑道。闻言，萧炎点了点头，有些期待地笑问道，老师，现在的我也能算作是一名一品炼药师了吧？七，你以为练了几天药就成炼药师了？疗伤药是丹药中最简单的一种，练成那东西没什么值得好炫耀的。药老嗤笑了一声，毫不留情地对着萧炎脑袋猛泼冷水。翻了翻白眼，萧炎有些郁闷，那怎样才算是成为真正的一品炼药师啊？炼药界对一品炼药师的评估底线是至少能炼出一种单行的丹药，而不是那种简单糅合在一起的浆糊药液。看来的确还有点距离。听着这要求，萧炎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迈开步子，对着城中心的拍卖场行去。